性别对立的本质是什么？究竟谁在挑动性别对立呢？有些女孩月薪几千，却要求结婚对象有车有房，年入100万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因为结婚对象年入100万，不是她对别人的要求，而是她对自己的要求。比如《大话西游》里，紫霞仙子立誓，只有拔出紫青宝剑的人，才能当她的如意郎君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哪怕她要求只有打赢如来佛祖的人，才能当她的如意郎君，也没有问题，因为她没有要求任何人去打赢如来，她是要求自己只能接受那些有能力打赢如来的人。至于有没有这种人，这种人会不会接受他，那是他需要考虑的事，不是我们这些凡人应该关心的。毕竟由此产生的一切风险，一切机会成本，都是他自己承担。比如对方有可能根本不想娶妻，只想取经。从逻辑上讲，择偶标准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，是要求自己只能接受达到了某种标准的人。这个标准怎么定？当然是自己的权利。之所以会产生女上嫁男下娶这种现象，是因为男女的生育结构不同，生育成本不同，导致各自在生存博弈中选择的繁衍策略不同。女性一生的生育数量是有上限的，而男性只要条件允许，理论上生育数量几乎是无限的。所以男性倾向于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自己的基因，广种播收，上下兼容，以数量取胜。而女性永远倾向于寻找最优秀的基因，孤注一掷，以质量取胜。从100万年前的部落族群到今天的信息社会，女性寻找最优秀男性基因的初衷从来没有变过。只是以前村西头的小红见过最优秀的男人，就是村东头的小明。而今天小红打开手机就能看到全国最顶尖的一部分男性，突然觉得小明也不过如此。小明打开手机看到的全是锥子脸、大长腿，突然觉得小红没那么漂亮。他们把眼前的海市蜃楼当成了真正有可能到达的绿洲。事实上他们的选择并没有变多，但彼此的满意度和婚恋意愿都下降了。城市化进程的浪潮下，大量村镇人口向城市迁移，买不起房子的小明只能租房或者回老家。毕竟男性的上千婚是小概率事件，而女性的上千婚是大概率事件。买不起房子的小红还有另外一条路，找个有房子的老公。所以大城市里几万名高富帅就可以覆盖几百万名适婚女青年，他们脚踏七彩祥云，手握定海神针，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，在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童话中杀得七进七出。而小明们在大多数女性上千婚的期望中没有任何竞争力，彻底被排挤出了适婚男性群体。如果说婚恋市场是一场牌桌上的博弈，他们就是那些没有筹码上桌的人，大量没有资格上桌，被迫离开城市的男人，和那些在牌桌上输得一干二净的女人，变成了今天村镇的1752万光棍和城市的大批剩女。这两类人虽然很难做到牌桌上重开一局，但绝对谈不上对立，因为根本没有交集。结果这个时候突然冒出来一批人，煽动女人仇恨男人，煽动男人仇恨女人，带头给人群打标签，普信男、凤凰男、伏地魔、田园女。很多人瞬间恍然大悟，觉得内心的不满和委屈终于找到了出口。他们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了一个个虚无缥缈的性别标签，对着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敌人无意义的挥舞拳头。他们根本不清楚那些标签下面到底是谁，也不知道攻击的目的，只是对着空气打拳，白白消耗了自己的体力和资源。年轻男女之间本该是异性相吸，精诚合作，真有这么大仇恨吗？没有。因为性别是一种根本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属性，随着性别冲突，本质上只是阶层冲突。这个社会的真相是，顶端强者互相合作，男女讲究门当户对，忙着自我实现，忙着享受生活；底层弱者互相埋怨，相互指责，每个人都把另一半当成摆脱生活困境的救命稻草，向着同为底层的可怜同伴疯狂索取。为了彩礼、房子，闹得不可开交，中间还有大批无耻又无聊的人，不停地煽风点火，收智商税，让你以为那个同样精疲力尽的队友才是你生活不幸的源头。两性之间确实存在博弈，但博弈并不等于对立。男女对立不会让男人更强势，也不会让女人更强势，只会让强者更强势，弱者更弱势。想要维护自身的利益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无意义的打拳，然后仔细思考一个问题：谁在撕裂我们？谁在孤立我们？谁是我们的敌人？谁是我们的朋友？你好好品品吧。关注四哥，每天分享大实话。